房与马，共天下。马斯克呀，之前一字变奸王，现在看下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用完就被扔掉的宫廷小丑。美国最开始的建国基础就是一个奴隶封建庄园主精英贵族共和国，美国也在庸俗。特朗普不打算拯救美国，需要拯救的是自己。现在川普所推动的这些东西，只是让美国从伟大国家降格成民族国家，那结果他的政策的稳定性消失。虽然这样可以让美国继续续命，但是美国再也不香了，美国再也不伟大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的历史哥李修。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的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骁，欢迎来到视频播客岛岛连线。我们岛岛连线又来一集了哈，当中有一集因为我们作业时间，所以肖哥这边的来不及上，不过大家可以到 YouTube 去看一下关于中东这一块，我们上次其实聊得蛮开心，因为看世界啊，就是要透过肖哥的眼睛、历史哥的嘴，然后再加上交换我们的眼睛跟嘴，让大家可以更多的徜徉。那全世界这次的瓜了，就不是女人跟男人之间啊，而是两个男人之间啊，这个叫做男人的浪漫史啊。大家也知道，西方人尤其有权力的男人，谁呢没有几个小白脸呢？谁呢没有几个好妈吉、好基友呢？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全世界最有钱的男人跟全世界最有权的男人啊碰在一起啊，这个火花非常大，就是川普跟马斯克，一个叫首富，一个叫首权，两个撞在一起。本来他叫 The First Guy， 我最好的好妈吉，这个时候呢，两个人呢竟然吵得不可开交，大分裂哦。这里面呢，竟然跟美国最新推出的大而美法案叫做欧巴 OBBBA 有关系啊。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这件事情呢，肖哥今天呢有做了很深度的研究，所以呢，我今天先来请教一下肖哥啊，全世界最好看、最大的瓜，竟然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人常说啊，男女吵架不稀罕啊，两个男人吵架那真是天崩地裂啊。那这一场在美国的天崩地裂的实境秀呢，肖哥到底为什么吵架？为什么跟欧巴法案也扯上了关系啊？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大而美法案，把两个人之前有一些在水面底下的不对付，现在直接给搅到水面上面来了。其实到他们两个的蜜月期的末尾的时候，大家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大家还保留了那最有钱的人跟最有权的人之间的那种体面，当然没有撕破脸，结果这把一下就撕破脸了。所以啊，这马斯克呀，不得不说，之前大家都认为他是一字变奸王，现在看下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宫廷小丑，而且是那种用完了之后就被扔掉的宫廷小丑。其实我觉得这主要也是因为南非也好，美国也好，历史太短暂了。而且他们也没有去好好的学习历史。如果是从咱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讲，那这个例子简直是太多了，对吧？用酷吏来抓人，再把酷吏给干掉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简直是不绝于耳。对，大而美听起来好像是大而美，但是这里面啊，关键的一个词叫做减税，它的目标是未来10年减4万亿的税。减在谁的头上？减在富人的头上。那你说美国现在财政这么紧张，把钱给富人拿去减税，那这个财政从哪里抠出来？说白了就是劫贫济富，他要砍掉一些政府开支，他要砍政府的医保、食品的援助。YouTube 上面各地走线去美国的人，兄弟们啊，又要到饭了这一类的视频，他们一般都能够在街角遇到免费吃饭的那些东西，这个可能要被砍掉。然后呢，美国不是还有类似那种 food stamp 食品券，让穷人可以去购买食品呢？这些都会有一定的削减。再比如说航天的预算就打在了特朗普的 SpaceX 上面，再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预算，这些减免相当于都不给了，我们就知道了啊，特朗普还是知道自己真正的盘在哪里的，对吧？就是一个人你要如何获得权力，其实呢你要分清楚，有一批叫做你获胜的基本盘，然后另外一份叫做你的制胜联盟。那特朗普的基本盘嘛是 MAGA， 但他制胜联盟其实是这帮富有的人。那对于马斯克来说呢，就是我之前辛辛苦苦 Doge 四处得罪各种的衙门，好不容易砍下了1500多亿。而特朗普这一个法案随随便便就把这1500亿给花出去了，所以对于他来说，相当于我 Doge 白干了。我希望通过支持特朗普，让我的生意 SpaceX 和 Tesla 再次伟大，失败了。第三是他有一个塑造全新政府模式的梦想，也破产了。还有第四轮就是他自己个人财务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特朗普几乎是每一个政策一出来，特斯拉股价就会跌，然后他自己就会跌。联邦政府给他的援助一少了，股价又跌。他上去跟特朗普撕破脸，每一次骂完了股价还要跌，就是他已经无语了。所以现在大陆互联网上有一个段子，你以为自己很蠢吗？你以为自己做了很大的错事吗？
去想想海的那一边有一个人花了好几亿搞上了一个人，让他丢了1500多个亿。当然，这个是马斯克为什么跟特朗普撕破脸的这么一个直接导火索。那你说之前他们之间的分歧有没有出现过？其实很多次了。比如说，在特朗普上任前，当时马斯克就对于 H1B， 就是希望引进外国人才的签证 ，MAGA 派是不希望引进外国人才，所以他们当时就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吵过一次了。第二个事情，关于人选提名，马斯克其实是希望卢特尼克，就是现在的美国商务部长来做财政部长，不是贝森特来做财政部长，但是现在卢特尼克被转到去做商务部长，而贝森特来做财政部长。那么对于马斯克来说，我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我想往里面装人没装成功。第三个事情，在特朗普4月2日全球加税的时候，当时媒体爆出来，马斯克和贝森特大打出手。这个还有人去拍马斯克的眼角，还真的淤青啊！他说他的眼角是他小孩打的嘛，就是名字是那一连串的数字符号的那个小孩打的。你说他那个小孩怎么可能打得那么重呢？他的小孩是不是叫做马克龙太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在裁员的时候，应该是裁到了美国外交部，也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大动脉，所以他应该是和 Marco Rubio 吵了一架，这也是一个事情。然后现在马斯克推荐了 NASA 的新的主管，结果刚刚通过参议院的审查就被特朗普干掉了，所以他是很多不顺心在这里。所以现在看下来，我是觉得马斯克跟特朗普的，虽然他们俩蜜月期不长，但是在这短短的蜜月期里面，他俩的分歧由来已久，因为他俩本来就是被迫拧到一起去的。所以这是我对大而美现在的一个具体情况跟大家的一个分享。我做几个补充。马斯克跟川普走在一起的背景是什么？马斯克作为世界上最有钱的男人，但是他的权力却很小。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叫矽谷，大陆叫硅谷嘛。矽谷的崛起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状况，这一些所谓的新兴资本，他们借由投资民主党而壮大。当然，他们现在也是另类的 old money， 因为在更前面的 old money， 事实上就是那些传产、军工产业。那这些传产、军工产业呢，过去更大程度是跟共和党绑定在一起。以色列只要打仗，那军工产业就要开动啊。当然还有包括最华鹰派啊这些建制派的，他们都是共和党的，然后跟军工产业绑定。但是这些人有了钱、有了权力，他想要控制这个世界。比如说之前我们聊过那个步枪协会，其实也跟右翼旧资本它是绑定在一起。但是当你的新资本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透过权力来保护你的钱，这一点很重要。尤其美国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跟权力必须强度绑定。它在建国之初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由庄园主所创造的国家嘛。他们这个国家表面上看似自由民主，事实上是财富自由。他们就是因为财富不想被英国人给限制，不想被你抽税嘛，才去搞这个 Boston Tea Party 波士顿茶党事件。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原处的时候，你看他的建国者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这些人每一个家里都是庄园主。华盛顿最有名的一个故事不就是砍樱桃树嘛？虽然是假的，但是呢就代表他家也是个大农场。所以这些庄园主就是身份跟资本跟权力结合。可是随着国家慢慢发展之后，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资本发展的越来越活跃，但是它跟政治不见得是时刻紧贴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时候资本就必须要在政治的体制当中找寻一些他的盟友，他不见得是代理人。在有些国家可能资本跟政治人物之间是代理，比如说在台湾，资本跟政治之间它也有一定的强连结关系性，可是它也不完全是代理。大家要了解到，你不能这样完全去简化它，因为资本跟政治之间它的关系是很微妙的。而这些 old money 他们都已经绑定了，所以当矽谷新兴式的崛起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我找谁依附啊？而它的崛起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国际人才。那国际人才再加上民主党有一段时间算是相对示弱，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讲了雷根带领美国打赢了冷战，所以共和党是相对是强势的状况的时候，他需要找一些人来做结盟，那他就找上了民主党，那又符合他的价值，因为他希望更加的开放国际学生，我需要更多廉价的肝、廉价的劳力。然后这些人因为他是怀揣着梦想，怀揣着对美国 American Dream 的，所以他们像昼夜不停的牛马一样，而且是高智商的顶尖的人才。台湾、印度、日本、韩国、大陆大家都贡献了很多，所以这些人就绑定了。但绑定之后，民主党就是靠着他们，尤其在新媒体时代，他们是不断的壮大。当然，他们也跟传媒做连结，比如说 CNN， 所以他们靠着呢统治舆论的方式，他们的影响力是日渐的强大。这也是为什么川普在这一任上任之前，上一个国会选票过半的美国总统共和党的是小布希了，要推到这么前面去。川普自己第一任 1.0 都没有达成的目标，就是完完全全的执政，因为舆论的影响力。当时很多人都预测嘛，美国未来是民主党的美
美国，而不是共和党的美国。可是马斯克的崛起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矽谷这一群人崛起靠的是网络 3C 第一波的改造，桌垫的出现，甚至笔电的出现。但是马斯克这一批人的崛起靠的是更新的东西，譬如说苹果，他创造智慧型穿戴的装置，智慧型手机；譬如说马克祖克伯靠的是社群，而马斯克更在他们后面靠的是特斯拉、星链，都是更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 money 呢，他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长期稳定的固定盟友。有一些比较早崛起的，比如说微软、苹果啊，他们更大程度跟民主党已经相对绑得比较深，但也没有深到像更前面的左派媒体那么的深，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到了马斯克的时候，他是最后面的，他原本也效法 Google 系统、Apple 系统或者是微软系统的这些大佬们一起跟着左派民主党在混，但发现他在民主党里面不这么受待见。比如说拜登对马斯克就很坏，拜登电动能源车的补助里面主要给的是传统车企，而不是给特斯拉这种新兴车企，他给的是像福特、通用啊，那这一些东西跟马斯克的关系并不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大家在判读马斯克为什么最后跑去跟川普懂王结盟，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因为川普在当时对于特斯拉表现出的暧昧气息，尤其他要大砍给福特这些传统车企的新能源补助，因为对马斯克来讲，你要嘛都不补助，我特斯拉吊打你全部，因为中国车也进不来，那福特的电动皮卡、通用的花拳绣腿，或者是本田、丰田，尤其 Toyota 它的油电车，这个怎么可能跟我特斯拉可以比呢？这么技术这么落后。可是这样的一个绑定，最终对他来说，这是有个利益的结合，也就是川普也是建制之外，所以看起来川普他自己有钱，他的那群华尔街的哥们有钱。可是川普的问题是，他被建制派排挤，所以他需要一个更有钱的家伙来巩固他自己的靠山。那所以这两个不就天作之合吗？川普需要一个更有钱的超级资本来巩固自身的权利，然后他自己又够有钱，所以他有对抗建制派的初始资本。但是天使轮融资过了之后，你的 A 轮、B 轮、C 轮总要有人投嘛，不然你怎么跟传统的大体系对决？所以这就形成了川普跟马斯克在选举投票之前的最后时刻超紧密的结盟，而且那时候两个真的是如胶似漆，颇有当年王导跟司马睿并列而坐的感觉，互相拍着彼此的大腿。哎呀，这天下是我们共有的，王导家的不孝子孙还敢说这天下是我家跟你家共享的。可是问题是，当川普上位之后，有些事情就开始改变了。为什么前100天就像刚才肖哥说的，有一些分歧，但是还没大到最终要决裂？很简单，川普的权力不稳固嘛，他必须先扫荡掉这些旧有的体系，而这个工作就交给马斯克了。所以川普其实在政治上的老练呢，我认为在川普 2.0 里面展露的非常的好。他一上来第一件事情开始大砍人，那马斯克在这边就展现了在政治上非常稚嫩的一面。台湾也有一位首富玩政治玩翻船了，所以会做生意不代表会玩政治。他在他的商业帝国里面是无人能敌的。马斯克他可以三妻四妾的，他可以跨越一切的道德的存在，可以跨越一切的藩篱的存在，因为他在他的体系内他是 the only king the chosen one 唯一的 emperor。 可是当他跨出他体系之后，他就没有办法。郭台铭在台湾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被政治活生生的玩垮2次。马斯克是一样，川普寸粮是我知道你很想砍，你去砍，一路得罪人。但是马斯克为什么一开始甘之如饴呢？他是不要钱，因为他认为他在铲除旧有的权力结构，这些旧有的权力要被打压之后，那我马斯克时代不就来了吗？最后的争点发生在当你把旧体系压制下去，那大家来论功行赏的时候，川普阴险的一面马上翻脸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税局的局长马斯克的人选落马，而贝森特的人选上马。从这个脉络角度就可以充分结合为什么在大而美法案里面所具体呈现出来，川普竟然全面的跟马斯克来翻了。包括那个电动车的那个补助，电动车补助当然是真金白银，一定要补助7500，据说至少占到了特斯拉这几年营收相当大部分。但问题就在于，这东西如果未来只要公平竞争，其实特斯拉不是赚不回来的。但从结构性的因素，不管是从短期的利益或者长期的结构来说，对川普来讲，马斯克终究就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所以马斯克最近突然清醒了，毕竟马斯克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你可以糊弄他一时，你没办法糊弄他一世嘛。所以呢，过了100天，他突然发现，哇靠，妈的，我出了钱，我出了人，我毁了自己的 IP， 因为他的 IP 值钱嘛。买他的东西的人很多是因为看中马斯克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跟畅想，而垫高了这个产品的增值性。可是这个其实就跟雷军有点像嘛，买小米有个部分是因为雷军的个人的人设很棒，所以呢大家就用小米。那不然小米其实故障率也蛮高，我最近又坏了一台手机机人，这个也小米赶快来业配，赶快来这个赞助。那最终吵翻还是回到美国整个历史的常轨里面去，到底是钱说话还是权说话，还是钱要找权，权要找钱？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脉动。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钱可以影响权，像拜登被犹太资本控制的不要不要的，但有的时候权又可以反过头来压倒钱。但是你就知道美国内部的斗争一直都是权力跟资本之间不断
断交缠的一个结果，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公式，因为人是最没有恒定性的东西。那这种交缠结果就看里面的英雄人物谁可以独领风骚。但如果从整个大历史的结构来看，马斯克跟川普必然要撕，因为马斯克的价值就不是 MAGA 的价值嘛。但川普一旦失去 MAGA 了之后，他啥都不是啊。以前他什么商人，他比郭台铭还穷啊，可是他可以上位，因为他懂得怎么把资本跟权力做充分结合，而这种变种是过去建制派完全挡不住的。所以在这里面，他就不可能让一个超级有钱人来控制他，因为他是什么都要。这个就是我看到的部分。那我进一步来请教萧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第一波大而美法案的改革，不就会回到老路子了吗？继续的举债，这对美国长期的国力的发展，我认为是有相当大的隐患。那这个部分呢，对中美博弈来讲，美国在川普之下，我看不出一个什么新意。没有，特朗普不打算拯救美国。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已经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特朗普需要拯救的是自己。如果大家把特朗普第一任期和特朗普现在这个任期进行一个对比，你会发现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特朗普非常的不同。当然，这个世界来应对特朗普的方法也不同，尤其是北京方面应对特朗普的方式，相较于他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8年，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他确实是打算要做一些事情的。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走下坡路的？中美的蜜月期从尼克松访华之后，中间有一些波折，再到冷战结束以后，进入到中国加入 WTO。其实，在小布什上任初期的时候，因为我是海南人，我的记忆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南海撞击事件。当时呢，其实就是美国的传统的权力集团试图在中国加入 WTO 的节骨眼上面跟中国进行一次摩擦，希望通过一些军事上面的冲突，把中国再次用几个比较强力的不平等条约来把中国给锁在只能进行低端加工。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印度的态度都那么好，如果中国是印度的那个样子，那今天多数美国的焦虑都不会存在。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就想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发生了911事件，后来整个美国就被卷入到了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再就是不断的把美国大好的国力投入到了军工复合体之中，而大量的钱、大量的利益、大量的官僚在里面不断的洗、不断的赚钱。然后呢，奥巴马上来之后，突然发现，我们这个最大的对手其实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啊，阿富汗和伊拉克怎么能算美国的对手呢？结果他又回到了传统美利坚搞帝国主义的那套战略界，这布热津斯基那帮人，一个是应对北约，一个是应对中国崛起。很多人认为北约是美国的盟友，不，北约是美国需要驯服的盟友。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它不需要平等的盟友，它需要的是仆从国。所以北约如果不是服从状态的话，那么北约就不是好北约。那北约是冷战时期创立的，目标是遏制苏联西扩，所以那个才是北约的价值。但是后来苏联解体了呀，苏联解体以后，出现了俄罗斯、乌克兰，还有大量东欧、中亚，然后高加索地区的独立国家。但是美国希望大家想到的是，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文学作品，甚至我们要说日韩还有台北方面，一直在遵从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去把俄罗斯塑造成苏联。不好意思，各位观众，俄罗斯不是苏联，苏联可以说是在通过推翻俄罗斯帝国变成了一个新的红色帝国，但是俄罗斯不是俄罗斯帝国，俄罗斯也不是苏联。当年的俄罗斯只是俄罗斯帝国中的一部分，俄罗斯只是当年苏联中的一部分，而今天俄罗斯就是俄罗斯了。所以俄罗斯已经从当年的工业帝国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文明型帝国，到今天它已经退回到了一个相对庸俗的民族主义国家。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利坚、苏联、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有国家目标的政权。苏联的目标是搞革命，当然后面他把自己庸俗化了，变成了红色帝国，但是它是有它的意识形态的，它是要输出的。美国也一样，作为世界帝国、金融霸权，它是要搞输出的，不管它的理由是反恐、民主还是等等等等。今天新中国的国家目标就贴在天安门城楼上面，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所以当北京方面领导人如果要提出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东西，你不会觉得诧异，因为这个就是国家目标。对，但是俄罗斯不是了，退回到了一个庸俗的民族国家。什么叫民族国家？就是这个民族搞了一个生存空间，建立了一个政权，然后每隔4年到5年我们选一次，选的结果主要是反映了这个民族他想怎么样。他如果想给美国当狗，那我们就给美国当狗；他如果想跟美国硬一下呢，我们就跟美国硬一下；他如果想给欧盟当狗呢，他就给欧盟当狗；他如果想跟欧盟硬一下，他就跟欧
欧盟硬一下，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去回忆一下，哪怕各位不了解国际政治，在看完我们节目之后，你上各种百科随便搜一个，比如说前苏联或者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小国家，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国家目标，每5年上来他们提出来的那些政见没有什么区别，就是那些事情，加税还是减税，支持同性恋婚姻还是反对同性恋婚姻，要不要加入欧盟还是不加入欧盟，要不要亲俄还是不亲俄，要从俄罗斯买油气还是不从俄罗斯买油气，就是这些具体问题。因为民族国家建立就是你的民族的生存空间，然后你讨论的事情就是生存空间里面的事情，你是没有国家目标的，国家目标是要扩张的。然后为什么要把俄罗斯塑造成苏联？因为它需要让欧洲感觉到恐慌，只有欧洲感觉到恐慌了，才对美国有安全诉求。然后奥巴马另外针对中国崛起推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再到特朗普时期其实是最后一个相对于可以遏制中国崛起的时期，他们当年明确打出来的目标就是要遏制中国制造2025，这个是纳瓦罗，就是他的经济国师，我们说妖僧纳瓦罗的想法。然后我们再回想一下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时候，当年我们立刻就去华盛顿跟他谈判，是在白宫里面跟他谈，但是就发现这个人实在是太难谈了，今天谈好明天就推翻，你给他5他就觉得能从你身上炸出来10，你给他15他就觉得能从你身上炸出来20，但是还是坚持谈。为什么？当年中国大陆方面还是有很多需要美国的技术，我们希望还能够再争取一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在进行转型和改革，你说一带一路内循环和外循环双循环等等的，提出了很多的新的经济发展和国家转型的命题。再经过拜登的4年到今天，这一次特朗普出来搞了一个全球加税，中国反而是这里面最不着急，对，做好准备了。但是你会发现特朗普好像对中国没有2018年那么糟糕，特朗普也没有针对中国在不断的施加手段，因为这一届特朗普也发生了转变。2018年的特朗普对外是针对大家的贸易战，但是对内他是战斗在敌人中，整个臣子集团全都是敌人，就那么几个自己人。他的国安顾问叫福林，上任不到100天就被干掉了。各种弊案，后来跟他翻脸出来写书搞他的那真的是多啊，连他自己家族都有人出来弄他。我们要知道2016年特朗普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也不知道自己能获胜，出来玩票的，我觉得他是要给自己争一点流量，继续去卖房子，没想到哥们选上了。你们共和党这个一个个啊，帝王将相、世家门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什么普林斯顿、耶鲁、哈佛，怎么不如我一个沃顿商学院？开玩笑。但是他作为政治人物，他没有班底，所以他进来之后都是建制派给他安排了一堆班底，结果对他来说不好用，把自己给玩毁了。然后在他渐渐发现，总王他找的打法特别的好。对于民主党那边来说，他给自己找的选举策略也好，或者党的论述也好，就是多元化。对，从奥巴马、希拉里体制确立了以后，大刀阔斧要搞多元化。当然之前已经有一些苗头了，觉醒运动啊，各样性别的权利啊，各种各样的性取向啊，基本上都是2008年之后在美国的话题量是这样增长。所以大家不难理解为什么民主党这一方面他要去支持非法移民，因为这是他的票仓，他要不断的把这个票仓做大，这个票仓将来能够维持他的江山永固。而共和党这边，他其实一开始是被打得措手不及的。如果按照之前共和党建制派的方向继续走下去的话，共和党的江山是不稳固的。所以特朗普确实是找到了一个很巧妙的突破口，就是把这些被全球化抛弃的这些白人底层团结起来，MAGA 运动。所以大家会发现特朗普选举特别厉害，真的就是这些 MAGA 是他的铁基本盘。你不要跟我说特大统领到底有什么性丑闻，有什么税没有交啊，骚扰了谁，他们不要听的，就是特朗普来了我就投，特朗普支持谁我就投谁。所以特朗普就会发现 OK， 特朗普从什么时候从一个幼稚的政客向一个成熟的老练的政客开始转变。第一个2020年的选举，他选举被拜登给打败了。第二个2021年他就发动了国会山骚乱，之后他离开了华盛顿。那么特朗普如何界定谁是忠诚于我的？第一，2020年你是否参与质疑了选举结果？第二，你是否反对追究2021年的国会山骚乱？如果你这2个都做了，你就是我的人；你如果没做，我就要干掉你。再之后，拜登的4年是特朗普在清理共和党的4年，他通过助选的方式把共和党内大量建制派给干废了。比如说罗姆尼家族没了，布什家族没了，切尼家族没有了。现在党内我们不能说全部，但是绝大多数是
特朗普的人。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建立自己王朝的班底，第一个班底当然是他的 MAGA 集团。然后呢，他把谁给拉进来了？他之前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回忆一下，他说未来谁能够继承呢？也许是万斯，也许是马克·卢比奥。卢比奥他的地位还是蛮高的，马克·卢比奥他也不是 MAGA 集团的传统人物啊，怎么说会突然提到了这样的地位？因为马克·卢比奥就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当年共和党内另外一大派系叫做草根运动。草根运动在理念上面其实和 MAGA 运动某种意义上面不谋而合，而且马克·卢比奥他虽然年轻，但他是一个老政客，他跟建制派是混得很熟的。对，他在参院里面时间非常长了，所以他是一个在华盛顿有着深厚根基的人。这个是马克·卢比奥这个派系。然后有 MAGA， 再说这个叫做新右翼。新右翼大家一提到就会想到马斯克。马斯克其实之前在第一届的时候，他跟特朗普的关系很糟。他当时是先加入了特朗普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然后加了没多久就退出去了，然后经常发推特骂特朗普。对，两个人是不搭嘎的。你刚才说的是没有错的，从业态上面、做的工作上面，从你混的朋友圈上面，就无论如何，马斯克跟特朗普是属于两个审美不同的人，他们没有道理在一起，但是他们是被逼到一起的。马斯克想要混民主党的圈子，但是马斯克混不进民主党圈子，原因在于民主党圈子里面人太多了。对，然后贝佐斯啊、什么盖茨啊，他们为什么能够混民主党的圈子？他们难道做的事情不一样吗？不是的，各位，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庸俗，里面没有什么太多道理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啊，先来后到，他们崛起的早，马斯克太慢了。就是已经在我中军大帐里面的这些大将啊，你们大家要互相卖个人情。贝佐斯也搞太空啊，他搞太空，难道他就不影响环保吗？他也影响环保啊。但是你看，环保群体主要是冲击马斯克，不冲击贝佐斯，因为咱们已经是一伙的了。可能因为它叫做蓝色起源嘛，听起来比较环保。你叫 SpaceX， 你就是太科技了，你就不环保。然后再比如说特斯拉，特斯拉是没有工会的，而民主党内是各种大工会，所以说你进来我没有位置给你了，马斯克同志，我不是说不喜欢你，我不是说不想要得到你的钱，但是我这里面实在是没有位置给你了。当时的马斯克那可是世界首富，你给他一个帐外听宣好像也不合适，你如果不把他请到帐内，而且列席首座，对他来说他也很不爽，所以这两伙人啊很难融进去。那你说拜登当时搞新能源汽车大会，他把传统的三大汽车公司给请过来，让通用汽车的那个女掌门来发言，给他一通彩虹屁，说这个通用汽车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结果当年我一查，通用汽车那一年的新能源汽车卖了不到200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那3家都有工会支持。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请你，人家是御三家嘛，不能打破的嘛。没办法。那对于马斯克来说，哇，你不请我，我当然要骂你。我骂你，对于拜登来说，或者对于民主党集团来说，我说你怎么能骂我呢？你骂我，那你不就是当面辱圣吗？所以呢，他们就进入到了一个互相矛盾的一个下行螺旋中 ，downward spiral。就后来呢，没办法谈了，互相就把面子啊什么都撕破脸了。再之后呢，大家谈什么也都很难再继续谈了。那么对于马斯克来说 ，OK， 现在特朗普看起来啊，也是一个爹不亲娘不爱，不会混华盛顿的人，那我不如我就来混他的圈子。你看，砸了好多钱，但是呢，大家要想想，马斯克是被谁跟特朗普牵上关系的？这个人叫做彼得蒂尔。彼得蒂尔啊，钱方面跟马斯克是没得比的，但是啊，他真的是一个思想家。彼得蒂尔他在特朗普第一届的时候，他就觉得，哎，特朗普这个人有意思，他立刻就看出来了，特朗普在华盛顿没有根基，所以他觉得这个人可以进行投资。然后他第一次就投资了一次，觉得有点意思。等到特朗普被选掉了之后，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但是彼得蒂尔追投。等到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彼得蒂尔给特朗普砸了不少钱，去帮特朗普助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帮特朗普助选，他也推出了自己的代理人，这个人叫做万斯。万斯之前是彼得蒂尔投资基金里面的一个高层，他把这样的人给推出来了。所以，对于硅谷的新右翼这一波人，他们想要做的是把美国变成一个更适合他们进行技术统治的这么一个集团。这有说到硅谷里面的两派意识形态。我们说的那些老一派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像马克扎克伯格，很年轻，这个我们知道啊，但是他是民主党这一圈的老干部，什么比尔盖茨、贝佐斯这波人，他们要玩的是民主党的那派叙事，也就是所谓的多元化。然后在 Facebook 最好玩的时候，不是列了90多种性别吗？对，所以
他们是玩那套叙事。而对于这波硅谷新右翼技术寡头，他们希望把美国变成科技独裁型共和国。在硅谷新右翼里面最值得关注的这个人呢，叫做彼得·蒂尔。彼得·蒂尔他没有像马斯克一样玩社交媒体，他一直在隐藏在地下，踏踏实实的搭建自己的新右翼王朝体系。他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的利益集团往下面再走一步。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科技精英至上的一个科技独裁型的新的社会。那么他有一个黑暗启蒙者思想家叫做勒内·吉拉尔，而勒内·吉拉尔他提出了2个想法，一个叫做模仿欲望，另外一个叫做替罪羊机制。什么叫模仿欲望？就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多数的人都是无意识的主体，就你去街上问一个小孩，你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跟你说，10有8九这个人说不出来。你别说小孩，甚至你问问你同龄人，你的梦想是什么，或者你希望得到什么东西，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消费主义可以盛行，因为消费主义的目的是帮你解决一个我要什么的短期命题。我既然不知道我的生命想要什么，那我就先通过购物来解决一些欲望。比如说，我今天看有人带了一块劳力士，我就想要一块劳力士，那我就努力去工作赚钱买一块劳力士，那就会变成他的一个欲望，这叫做模仿欲望。然后在你这个模仿欲望的过程中呢，有一些人可能太激进了。勒内·吉拉尔他提出的第2个想法就叫做替罪羊机制，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模仿欲望这个东西进行批判，我们要批判那个替罪羊。就有一些人太拜金主义了，那我们就直接批判那些拜金主义的人，就是什么 gold digger， 或者是为了钱不惜跟所有的人借一堆的钱，然后变成一个老赖这样子，那种人就替罪羊，我们就只去批判那个人就好了，我们不要批判模仿欲望。然后呢，到了彼得·蒂尔，他就会把这2个思想进行一个结合。第一，模仿欲望，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都信仰科技技术创新的这样一个社会。我来解释一下，很多人现在一到学校里面，大家都说你这个人是不是 innovative， 是不是 creative， 好像这2个词一安上了之后，这个人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学生或者很了不起的一个企业家。但大家要知道，创新 being innovative being creative 不一定就是好事。它的意思，如果说一个技术霸权甚至可以通过技术来决定谁可以技术飞升去天上居住豪宅，谁要在地上面当这个人肉干电池很多赛博朋克的电影不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吗？谁能够长生不老，谁呢要把自己的生命化作给长生不老的精英们进行供养的贱民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创新。所以不要认为挂上创新就一定是特别爽的东西。第3，他这个人高度精英主义，所以 meritocracy。其实我们东亚社会也很 meritocracy， 但是我们的精英跟他们的精英是不一样的概念的。我们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另外大陆还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教育，所以大家都会有一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那种，这是我们对于精英的理解。但是在欧美不是的，他们这个所谓的 meritocracy 就是我如果是这个精英，贱民是可以死掉的，这个叫科技创新。科技霸权和科技创新如果一旦走向了无人阻拦的方向，那你不一定是好事。所以我们拉回到美国最开始的建国基础，就是一个跟罗马一样的奴隶制封建庄园主精英贵族共和国，这个才是这个国家最开始的思想基础。彼得·蒂尔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个国家拉回到这里，所以他所理解的模仿欲望就是我们这些人都不断的去搞创新，让更多的人推崇我们的创新。就是在未来的年轻的美国人，你如果问他想要干什么，那他的目标就是我也想要去搞创新，我也想要变成精英，就变成一个大家都人人模仿创新和精英的社会。而他的目标拆掉那些遏制和阻碍他进行暴力创新的那些社会机器和政府机器，他就需要有一个人来去进行冲撞。那么这个人是谁？马斯克，你就上吧，今天拆这个部门，明天拆那个部门，今天审查这个部门，明天审查那个部门。马斯克干得不亦乐乎。然后呢，什么时候社会反对我们这些科技精英了，我们就适当的把这个替罪羊给抛掉。所以很多人只看到了马斯克被抛弃，很多人只看到了马斯克干了很多事情。各位，如果你去看一下彼得·蒂尔最近和特朗普签的那些大单，彼得·蒂尔已经成为了现在美国特朗普体系下军工复合体里面最大的承包商之一。彼得·蒂尔要为特朗普造一个所谓的公民数据库，下面到底还要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从彼得·蒂尔和他的这一帮盟友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放一个问号，并且呢，我们值得持续关注。我们再说回来，马斯克，马斯克又是什么样的人？马斯克为什么愿意支持这个事情，或者说马斯克为什么愿意去当这个冲锋陷阵的人？我觉得马斯克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就好像你刚才说的，我非常同意。马斯克问题是在于你不能输，因为你要保持你很酷。对，你什么时候服软了，你什么时候就不酷了。
这个是所有的你说民粹政治也好，或者大众政治传播也好。郭台铭当他当老板的时候很酷，他的书是成功学的导师马斯克的太空精英、新能源汽车精英，想要上火星等等等等，就觉得这个人很酷。再比如说当年柯文哲，别人问他肚脐眼的英文是什么，他一下说出来啊 belly button。这当年柯文哲也很酷，什么时候不酷了？蓝白配的时候一下子垂头丧气，你什么时候不酷了，你一下就会掉。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来说，我不得不说，我说赖桑啊，比岛内多数的政治人物，至少在这一点上面他是清楚的。这个人啊，就是咬死了话，他也不会让自己输，他必须要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能让自己不酷。他一旦不酷了，立刻啊，那些想搞你的人就都冒出来了。他要不断的为自己塑造胜利。好，我们说回马斯克，马斯克为什么愿意干这个事情？这个我提出来一个暴论啊，没有任何理论支持。我认为啊，是中国大陆政府坑了马斯克。马斯克当时特斯拉快要死了，因为产量跟不上去，他就来到了中国大陆，来到上海，结果一下子上海给他划了一个大块地，跟他谈了一个协议，允许他独资经营特斯拉公司，然后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土地平整搞定了，超级工厂盖好了，投产了，然后现在他又追加了一个电池和储能的那个工厂，太顺了，然后一下子特斯拉就活过来了。中国大陆是什么市场？14亿人啊！当我们讨论14亿人的时候，你不要用印度去思考，这14亿是一个充分发展而且基础设施充分建设的一个14亿人的市场。你要知道，整个欧洲是一半，整个非洲市场才15亿人口。这特斯拉又有产能又有市场，一下子就活了。然后马斯克啊，他一下看到了一个他梦想中最完美的政府模型，在中央有超高效、超坚定的决策层，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绝对不变卦。第二，在中间有超高效的技术官僚执行层，说做这件事情就做这件事情。第三，一个推崇技术、崇拜技术的社会。你上次来上海的时间还是太短，在大陆的社会里面会发现，普及技术非常容易，整个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对于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会非常高。你一个新技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不管是日本、欧洲很多地方，大家就会讨论，你这东西安不安全啊？会不会侵犯我的这些那些啊？或者你这个会不会触及到这些利益集团的传统的利益啊？你会不会影响到这些？没有的，在大陆你有一个新技术，你就投，你就来试。大陆人对于技术的接受程度非常高，所以说在大陆对于电车的接受程度反而比美国可能还要高一些。对，这让马斯克看到了一个他理想的模型，但是我觉得一下子坑了他，让他以为啊他上他也行，结果后来啊他以为这个东西能复制，他去了一趟德国，想要在那边搞一个特斯拉，后来这搞得一地鸡毛，环保组织、人权、什么劳动保护、各级政府的盘剥，然后各级政府的各种这个税那个税，这个费那个费，然后这个流程那个文件，他觉得哇怎么会这个样子，甚至还被纵火啊，这是有够夸张的。等他再回到美国的时候，又发现这个民主党，这也不对付，那也不对付。他在想，我所做的事情不是很伟大吗？我不是对这个人类文明很有贡献吗？为什么你们不照顾我呢？所以呢，我觉得他也是气急败坏，跟特朗普的结合。你看特朗普不是也是每次在攻击嘛，什么 deep state 这深层政府啊，你们都是坏的，你们都这影响这个国家。所以他可能觉得，我也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在美国呀再造新天新地啊，我也在美国可以推出一个我在中国时期看到的那种政府形式。所以呢，他决定上了这艘船，然后大家说，那你必须要先打破这个旧利益集团的。那好，我来替你打破这个旧利益集团。结果呢，他就变成了彼得蒂尔和特朗普2个人一同使用的替罪羊。这就有点意思了。我想刚才把整个马斯克跟美国政府的状况做了一点梳理，刚好可以补充到我们最一开始说的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美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川普不救美国了？他 1.0 的时候还很有热情， 2.0 我们以为他更有热情，因为他毕竟经历过了被枪打了也没死啊，他觉得上帝领命到他的身上，这个理论上是更有热情，结果发现上来就是大捞特捞，他也不任何掩饰的，这2个是我好朋友，他一个赚了几亿，那个一个赚了几亿。对，那个视频我看到的时候我已经无语了。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想刚才肖哥这样子解释下来，我觉得已经解了我大部分的疑惑了。简单来讲，美国也在庸俗化。当年跟苏联对抗那个具有一定理想主义的美国已经荡然无存，刚好搭配一个历史事件，好人卡特走了 ，Good Guy Carter， 刚好像这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卡特走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个悸动，因为你历史读久，对历史是有实感的。我那几天我觉得特别的
有感。刚好那时候唐湘龙约我去上他的节目，我们就聊了这件事情。那时候的感叹到今天，我们基本上是得到了很高强度的验证。那这种庸俗化，你就会看到为什么川普兜了一大圈之后，推出一个跟民主党在核心逻辑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只是在产业上重新布局的一个法案。逻辑就是要不断的在增加赤字，还是继续透过挥霍美国的未来，挥霍全世界，透过把你当分母的模式来给美国延长寿命，而不是从结构来完全调整美国目前的状况。因为美国如果要整个调整的话，首先他要重新定义他的国家目标。可是看起来川普跟前面拜登最大不一样在哪里？就是他把美国更像一个民族国家，那不就掉到了莫斯科，掉到了俄罗斯的境地了吗？他变成一个以我本民族生存为唯一目的的国家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宏大跟伟大的梦想，这国家就庸俗化了。所以他庸俗化的结果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政策的稳定性消失。因为当你有伟大的目标的时候，你有个总战略，你不管是长期、中期、短期目标，你都必须跟这个战略做一定程度的挂钩。即便有的时候看起来在走反方向路，但是你最终目标是要回去的。所以这个庸俗化的过程，你就看到美国现在变得反复无常。而且它最大不一样是什么？它毕竟是目前意义上的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过去100年，其实不到100年，100年是我们夸饰，但是过去很长的时间，从19世纪末它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之后，一直到现在，它确实积淀了非常雄厚的实力，没有人能够约束它，在这个世界上很困难，除了中国之外。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碰撞，就美国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继续推出欧巴法案、大而美法案？为什么马斯克会最终跟川普走向撕裂程度？你刚才讲到一个点，我非常的认同，马斯克是个有理想的人，他如果没有理想，他今天不会玩成这个样子，他能够玩到他的马斯克的个人的 IP 啊，是全世界上有多少马粉啊？那真的是不得了的多。可是马斯克想要借由川普来调整跟他所拥有的资本不相称的权利问题，可是他却落入了华府这一些老练政客，而这个老练政客是他认为过去不是老练政客，被老练政客欺负的川普，还有彼得蒂尔。彼得蒂尔是他很棒的一个朋友，他们就是 PayPal 帮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差的，至少在公开记录里面，他跟彼得蒂尔没有撕过嘛。因为马斯克当年是跟彼得蒂尔他们3个好朋友一起创立 PayPal， 后来人生第一桶金从这边来，后来大家各奔东西，但是关系一直都还算不错。所以讲到这里，大概就把我们前面整个就串起来。其实你今天大而美法案为什么最终导致了马斯克被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核心逻辑其实很清楚了。如果我们把它再重新梳理一下，你就会发现，第一个，川普不是马斯克所想象的川普，但是马斯克是川普要的那一个替罪羊。所以这两个的结果交叠之后，那马斯克必死无疑啊，他只能离开。但是大家也知道，权力跟资本冲突，有的时候资本比较强大，有时候权力比较强大，这个是要看彼此之间博弈的。但目前看起来，川普已经完全坐稳他的位置了。大家知道，最近如果你要看川普最新讯息，你不是去推特看啊，你要去真实社交True Social看啊，而且都是一手的。那代表从他发文的逻辑看，你就知道这个True Social他的持有公司就是川普自己啊。上次还用True Social又发了一笔财，不是吗？这个人到处都发财，非常厉害。很显然的，这个权力结构，那你马斯克要不要吞？所以马斯克后来选择删文啊。我认为他有一部分在妥协。那我也觉得川普暂时不会对马斯克下死手，但他已经警告马斯克了，你不要再往这样走，要么你就别讲了。毕竟川普现在跟马斯克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因为他外面的敌人还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暂时从一个结构角度，他也没有必要对马斯克下死手。但是马斯克理想就像你刚才讲的，北京政府把马斯克给惯坏了嘛，大家觉得太爽了，他理想中的赛博朋克的世界，科技独裁的世界就是该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马斯克很明显的是希望牵头华府跟北京有更多的一些合作，而这个合作上面不是，我打断一下，马斯克的理想不是科技独裁，这个也是他跟彼得蒂尔不太一样的，他期待的是一个可以不断推进人类文明上限的。应该说马斯克重视的是目的，但是彼得蒂尔这些人他们更重视的是调整一个结构。对，我觉得肖哥刚刚补充的很好，他更重视的是他要达成那个宏大梦想。简单讲，他就想死在火星嘛，怎么样？这就是他的逻辑啊。所以如果科技独裁可以达成，他就科技独裁；如果中国的政府效率运作起来可以达成我的目标，我就中国。讲白了，他就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他很目标导向，他有一个宏大的目标，他以为川普也是这个人，所以为什么他要掌控 NASA？ 他为什么想要掌控美国国税局？其实他就是要把资源往这边去挹注，然后让美国成为一个有梦想的国家。这个梦想国家就是不见得我马斯克要当上美国总统，但是美国会因为他为人类的贡献而伟大，而这个伟大是美国带着全人类走出了地球，走出了这个世界。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宏大的梦想，所以这就跟川普剧烈相撞。你说川普他真想去死在火星吗？鬼扯嘞！川普这个人，特朗普是不在乎的，他不在乎。而且川普有一
个 PTSD 嘛，失去了权利就是得死。这个是川普 1.0 结束之后，我觉得川普体悟中最深刻。而且这个死不是只有他死，是包括他的家人、他的后代、他的党羽。所以哪怕他不要他的党羽，但他总要重视他的家人。川普毕竟有一个点，他自私，但他不是全然自私，他对他的家人，尤其对他的子嗣，他是非常照顾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要谋他家族的后路，总不能川普100年之后他的后面在哪里？所以我想从这几个角度来切的话，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到底这整个欧巴大而美法案表面上呈现的只是王与马不共天下，可它背后所代表的有很多很深层的模式，包含中美地缘的关系，包含整个路线关系。其实我觉得里面最大的错过是美国错过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有效转型的机会。现在川普所推动的这些东西，只是让美国从伟大国家降格成民族国家，变成一般性国家的一个过程。虽然这样可以让美国继续续命，但是美国再也不香了，美国再也不伟大了。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历史哥你记不记得你在第一段论述的时候你讲了这么一个话，当年很多人是想要去美国的嘛，美国因为很酷，对不对？对。然后呢，你刚才提出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对于文明型国家来说，如果你失去文明，你会失去一切。就好像当苏联抛弃自己的理想之后，苏联解体，它的崩溃是远远要快于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的。你看，苏联解体是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会变成苏联，但是它的领土没有显著减少。但是从苏联崩溃到后面的这些东欧国家和俄罗斯还有高加索，然后中亚这些国家，苏联的崩溃对整一个的领土的缩小是非常快速的。同样，那我们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当年大家为什么去美国？是因为美国可以过好日子，美国的论述很好，大家信美国梦，大家信美国的民主自由，大家信美国是一个所谓的新世界、新大陆，这里面有理想可以让你实现自己的梦想。假设大家不能跟美国过好日子，那大家还愿意跟美国一起过日子吗？这里我抛出来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思考。你会发现文明型国家有一个糟糕的地方，就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奋斗，我可以一起跟你享福，但是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落难？然后呢，我再补充一点点，马斯克其实他在跟整个硅谷是有一个技术路线冲突的。他之前和谷歌的2个创始人拉里·佩奇还有谢尔盖·布林，他们2个关系是蛮好的。在他最难的时候，甚至是住在他们俩的家里面。他们还当时买了一辆特斯拉。但是呢，有一次拉里·佩奇的生日宴会上面，拉里·佩奇和马斯克进行了一次篝火谈话，就聊到了 AI 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拉里·佩奇就讲到了，他认为人类只是一个过渡，他认为人类的任务就是发明出更高级的文明生命，可能是 AI 领导下的机器人。然后人类如果说没有办法跟上这样的进步的话，是可以被淘汰的。而马斯克认为技术应该让人变得更强，而不是技术直接替代人。在那以后，马斯克和他们俩就不联系了。马斯克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会因为 OK 我俩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事情。OK， 这一下子一聊天就是没时间了，又跟你嗨聊了这么久。其实我每次预期我们在想说呢，聊个半小时、1个小时，但是通常都不然就聊到2个小时哦。对，所以希望大家呢喜欢我们这种聊天模式。其实我看了很多大家的评论，不管是在 B 站或在 YouTube 回馈呢，我都有收到了。好像这种模式呢，过去比较少见。那可以跟肖哥不断的彼此聊天经济，我们有很多 idea， 事实上事前我们是完全没有搞的，我的前面呢空的，所以这种激发的模式我是很喜欢。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我们这种模式的话，一定要继续来支持我们哦，帮我们多多的按赞、分享，一键3连，让我们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做的长长久久，而且他这里一个礼拜还有一个重点，馆长啊陈之汉先生自命两岸和平大使啊，要到上海去。我第一推荐就推荐王骁啊，我说你找他就对了，这我好兄弟啊，你好好的找他，肯定很有趣啊。我也非常期待肖哥到时候跟馆长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觉得我们俩画风都不太一样，是膀大腰圆，而且他在直播里面说他要带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拍摄团队过来，我当时想说，哎呀，你自己膀大腰圆，你自己出来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还要带这么大一个团队出来，哇，我觉得到时候的那个连线，如果说真的成型的话，也会非常有意思。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好像最近呢，岛内有媒体，因为我跟你的那一期直播提到了我是民革的这样一个身份。结果呢，岛内好像有媒体就说是民革联络了馆长，因为我要跟馆长见面，或者民革派人去接待馆长，没有的，不存在的，各位，就是一个完全的个人活动，因为民革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历史哥推荐的，对吧？
对，老实讲，跟明哥一点关系都没有。对，跟任何的组织都没有关系，完全是一个个人的。如果说历史哥不推荐的话，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好，我们当然是期待说有更多的火花的产生其实两岸多走走多聊聊就能够创建一些很大的不一样。其实我上趟要是没去上海的话，老实说，我根本不太可能跟肖哥去建立这个岛岛连线的节目的一个基础嘛。因为要建立这种节目的基础，第一个两个要有一些频率上的共鸣，那第二我们也得建立一些信任，第三我们彼此之间团队还要做一些磨合。你想这又跨平台跨两岸，技术上也有很多的麻烦要解决。其实前2期我也有听到大家的声音说，比如说一些声音啊或画面什么能不能更优化，我们一直都有在把它有序的推进。那这就是两岸交流当中很大的意义，而且还有就交换彼此的资讯跟想法跟看法。你看这么多期以来，我想我的观众还有肖哥的观众们，大家其实都有很多的收获，就说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大家都一样讲中文，一样都是儒家文化，一样都是大中华，但是为什么会变成有很多不一样社会生活环境，它会有很多不一样的 idea。 但是我觉得这 idea 交换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促进更多的人去。你看现在馆长都要去了，我这非常的期待了。我也期待你有空过来。没有问题。对，不单单是线上交流，我觉得真正的交流还是面对面的交流。所以说未来我们现在过去比较麻烦了，但是未来就是说台湾有更多的朋友愿意来大陆游玩的话，也欢迎来找我。没问题，我这边可以成为一个中转站。然后另外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话题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选好了话题之后呢，也会跟大家有更好的一个互动和交流，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岛岛连线就聊到这里。那大家一样好，继续超越极限，然后呢，肖哥呢要继续的变得更强。那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下次再见，拜拜。